终于熬到了2024年，每个人赚钱也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了。为什么？因为美联储很大机会在今年降息，而且还是要降3次。这段时间全世界的经济都这么差，就是因为美联储大力的升息嘛。那么现在都要降息了，所以一切都会变好了。我笑了，真的是这样吗？美联储之前公开宣布，如果经济符合预期，今年开始就会降息。目前距离有信心降息呢，已经不远了。所以人家说的是如果啊，你知道什么是如果吗？今天你跟自己定一个目标，如果我成功了以后，我就会买保时捷。那么最后你并没有买保时捷，是不是就代表你就没有成功了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成功了，但我就没有买啊？可能是买不到，没货，人家不卖给我，甚至说成功了以后，我更喜欢法拉利了，或者我有司机，坐跑车不舒服，对吧？所以最后我没有买保时捷，是不是就代表我不成功呢？同理，如果最后美联储不降息，是不是就代表了经济就不符合预期呢？大家能听懂这个逻辑吗？而且人家只是说距离有信心降息已经不远了，他说的是信心。今天我打篮球，我距离有信心吊打 LeBron James 其实已经不远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第一，美联储那个主席呢，只是背后资本家的代言人而已，他讲话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参考的价值呢是有的，但不大。所以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关注的是美国升息到底在玩什么，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真的会在今年降息吗？最重要的是，就算美联储真的降息了，那么房价、股价、比特币这些资产是不是就真的会暴涨呢？我自己又会把钱怎么布局呢？如果你不想再错过经济衰退以后的复苏暴富时期，那么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那么这可能真的是最后的提醒了，如果美联储真的在今年降息的话，那么将会在最后6次的议息大会公布，就好像俄罗斯轮盘一样，手枪呢是有6颗子弹夹的，里面只有1个有子弹，也就是说剩下给我们提前投资布局的时间不多了。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议息大会就是在5月，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但却连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你整个家族的阶层就会因为你的认知而固化，很难的往上流了。因为趋势将会决定我们闭着眼都能赚钱的方法，而你错过的趋势就等同于你睁开眼睛做着赚不到钱的事。所以到底美国升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我不管某些势力了，因为是最后的提醒，所以该讲的我都尽量讲吧。首先你必须要植入我们企业家的思维，今天我自己呢就有能力赚个1个亿，那么我要如何才能赚到100个亿、1000个亿呢？很简单，我培养100个、1000个跟我一样的人，让他们替我来赚钱，然后呢，透过掠夺和剥削，把他们赚到的钱都抢过来就好了啊。所以当年在战争时期呢，靠卖军火已经赚了很多钱的美国，要怎么才能变得更有钱呢？先找到日本，然后把自己中低端的生产链都转移到日本，名义上呢是扶持，实际上呢就是现在我有钱了，难道这些又苦又累的工作还要我来做吗？那我赚钱回来不花的话，留着干嘛呢？所以这些工作呢由我们来付钱，你们来替我们做。也因为这样，日本很多人突然就有工作了，而且又很赚钱了。因为这些美国人花钱是很大方的，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干，然后日本人也变有钱了。当年呢，日本就成为了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这个就是第一步，把掠夺的对象养肥。然后就是第2步，打压，跟日本人签个广场协议，被迫他们的日元短时间内升值，所以日本生产的东西呢就会变贵，性价比呢就会变低。比如说以前1万美元就可以买辆 Toyota 了，现在要2万才能买，那2万的话我都可以买保时捷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买日本的东西了，也因为这样，中低端的生产链就转移到成本更低的韩国还有东南亚的地区。那对日本来说呢也是无所谓的，因为日元升值了，资产也跟着升值的，所以他们的股市啊、房地产等等的资产呢在短时间内就暴涨了，因为大家都不工作了，全都拿钱去炒股炒房。当时日本无数的人都跟着银行借钱，然后呢去炒股炒房。那时候就有一群日本的富豪说过，
他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地皮和房产，然后再把它高价租给美国人。有钱嘛，强国嘛，就是这么拽。这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笑了一笑，然后说，要不我们就签个日美构造协议吧。简单来说就是你们日本人呢就应该把这个金融市场开放，让我们的投资者呢也可以进来一起玩嘛，我们来接你们的盘，这样呢就可以帮你们把股市和房市推得更高，大家一起赚钱嘛。于是呢，日本人就同意了，这就等同于完全的向华尔街打开了大门。最后一步好听一点呢就是收割，不好听呢就是杀猪。当你们日本的资产价格都暴涨了之后呢，涨得有多高，跌的就有多惨，所以美国就突然宣布大幅度的升息，这样呢，日本人就会卖掉股票和房子，套现之后呢，就把日元换成美元，然后放到美国的银行无风险的收高利息。也因为这样，日本的资产呢就瞬间暴跌了。日本的政府呢，为了防止国库空虚，钱都流出去给美国了，所以就跟着美国一起升息。结果一升息呢，之前借的钱加了无数杠杆，去炒股炒房的人，借贷的成本就增加了，然后呢就还不起了，所以这些人就会急着抛售手上的资产，导致了日本的股市和楼市再进一步的暴跌。这个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就拿着他们升值的美元去购买你们日本暴跌的资产。不但如此，因为全世界做交易都要用美元嘛，如果美元升息呢，大量的美元都回到美国的话，代表市场上美元的供应量就会减少。那么当一个国家手上的美元减少，可是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庞大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必须要用美元来还钱的话，如果他们手上的美元不够拿来还钱，他们只有两个方法，动用外汇储备，也就是国库来还债。一旦国库空虚了，就等同于战场上面没有士兵一样，因为金融战里面钱就是士兵，所以没有钱呢就等于没有士兵，没士兵了，这个国家就是随便进出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贱卖自己国家的资产来还债。比如说我手上没有美元了，但我有一套房子，然后美国人就说，你把房子打个5折贱卖给我吧，我给你美元来还我的债。简单来说，只要我们每一次看见美国升息了，就是准备开始收割了，这个就是剪羊毛。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美国这几年又升息了，他们又要收割谁呢？欧洲吗？他们早就在俄乌战争里面被狠狠的收割一波了，短期呢也没有什么油水。日本、韩国呢更是美国的后花园，说句不好听的，其实随时都可以拿。但是他们现在的日子呢也非常艰难，所以呢不能杀鸡取卵。至于中东、非洲、东南亚之类的，本身肉就没有多少，所以基本上呢就只剩下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我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话，把全世界都得罪了，希望你可以为我点赞撑腰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过去10几年，美国居然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同意中国跟全世界做生意，把那些工厂啊、制造行业啊、生产行业啊都搬到中国了。这跟当年养肥日本市场像不像？作为交换条件哦，中国也开始降低了关税，放松了部分的金融管制，让外资呢开始大量的进入到中国。然后第二步，当那边的人都有工作了，然后都能赚到钱的时候呢，就答应很多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直接推高中国的股市、房市等等的资产价格，同时呢就打压中国的制造业，让这些工厂呢都搬到现在的印度啊、越南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想赚钱就只能炒股炒房，没有生产行业的支持下呢，这些金融的资产的暴涨其实就是泡沫。接下来的第3步，刺破这个泡沫。美国在过去1-2年就不断的升息，你看到无论是内地的股市还是房市都已经大幅度的下跌了，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因为美国人当年就是主动放贷，借了很多钱给中国的公司，而里面呢就有1/4都是由房地产公司借走的，而这些公司欠了美国人的钱都已经到了快要还的时候。现在升息呢，所以他们要还的美金就变多，但是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美金的时候，如果政府不管的话，这些公司优质的资产就会被美国人以极低的骨折价买走了。原本价值1个亿的资产呢，最后可能还卖不到1000万。那么如果政府去管的话，就要动用到外汇储备，如果这些外汇储备全都砸在还债上面，那么中国呢就很难的跟世界做生意，经济呢就会进入衰退，到时候资产就会变得很便宜，就会变成外资捡便宜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第一步呢，
就是先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香港，制裁香港，做空香港的股市，引发移民潮，目的呢就是掐断中国向香港融资的管道。第二，拉高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吸引中国人呢把钱都投进去这些地方，然后继续去中国化，各种媒体和金融机构一起唱空中国，导致没有人敢投资。第三步，也是现在走到这一步，让日本升息，帮助日本的股市、房市上涨，进一步的抽走中国人的钱。然后呢，这时候中国出口最多的东南亚地区呢，他们在日本借了很多钱，现在还钱的成本变多了，所以生意的成本也变大了，自然就会大量的减少跟中国做生意。直到最后，如果中国真的扛不住了，就必须要贱卖资产，然后完全的开通金融市场，这样华尔街的巨鳄就可以拿着现在升值的美元去到中国购买暴跌的资产。而这段时间呢，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在股市赚了非常多的钱了。其实按照道理，美联储升息，美股应该是下跌才对啊，因为升息就代表大家都把钱放到银行，在银行无脑的收取高利息嘛，而不是把钱放到股市嘛。那么为什么到最后利息提升了，美股还暴涨呢？本来银行赚的就是你存钱进去，他给你很低的利息，然后把你存的钱以高的利息借出去的钱嘛。现在好了，你存钱呢，我要付你很高的利息，但如果我要把你存的钱以更高的利息借出去的话，就没有人找我借了，那我生意还怎么做呢？很简单啊，把这些人大量存进来的钱都投到美股去啊，这样就很容易把美股的股价推高。那么其他做生意的老板呢，他们拿个计算机按了半天，发现现在不仅借不到钱，而且拿着手里的钱去股市搏一把，比拼死拼活的干10业甚至赚得多。所以当大家都把钱投到美股，自然就会暴涨啊。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以为升息美股就会暴跌的理论就这样被推翻了，也因为这样，很多人也错过了一生可能只有1-2次的美股暴涨机会。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如果你去年年底就有看到我的影片，你就会发现我们买入的无论是比特币、美股、黄金、美元等等，在现在都已经疯狂暴涨了。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内幕消息比别人多，也不是因为我们懂得看什么财报啊、看基本面啊比别人强，因为这些呢都是很主观的。而唯一真正能影响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的是供应和需求，而这些都会在图表上面留下蛛丝马迹的，是不可能骗人的。尤其是现在，如果美国一直不降息，日本也升息的情况，我们预期呢，股市将会到达高潮。高潮的意思呢，就是肯定会更疯狂的冲刺。那么这也是我们的收成期，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反而会减少买入美股，我们买美股会变得更加的小心。同时我们也不会很着急的一下子卖出所有的美股，因为只要不触及到我们止盈的标准，我们就会继续任由股票替我们赚更多的钱。当然我们也只是减少买入股票，并不是不买，因为股票分3种嘛，比大盘先涨的，跟大盘一起涨的，或者比大盘慢一点才涨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选择最落后，买入那些现在才开始暴涨的股票。但是我们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出现转势的信号，从牛市转到淡市，甚至是熊市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准备慢慢的把所有的股票卖出获利。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美股最后的暴赚机会，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在价格上升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进场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了硬币，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的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就只是亏1块。但是很多人说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不过虽然说美国发动了这么多的攻击，但中国都好像挺过去了，所以未来的几个月呢，中美金融战就会分出胜负。如果美国无法快速的收割，就会出现反噬，到最后他们就会降息。一旦降息呢，美国就会丧失进攻的机会。如果中国扛不住了，就必须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然后贱卖资产。真的是这样吗？美国真的会先扛不住，然后投降降息吗？
这个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说过了。其实我们以为啊，美国加了关税，然后俄乌战争什么的，各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和资源呢都变少了，所以卖给美国的东西呢都已经变得很贵了，通胀很厉害了，这样美国人自然就会减少消费嘛。但不是这样的哦，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人的消费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不断增加，无论是 GDP 还是就业都不断的变强。有人就说是因为美国人他们的思想就是先花未来钱，所以其实美国人身上都欠了信用卡很多钱了。那么当他们习惯了欠钱，比如说都已经习惯了天天下酒吧喝酒了，那么就算酒都变贵了，他们也并不会减少花费，反正东西变贵了，那么我就多借一点钱就好了，无所谓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无论是美国整个国家还是他们的国民都越欠越多债务的原因。其实这个才是智慧啊！注意听啊，当你一个月只能赚1万的时候呢，你去借了银行100万，这就相当于你每个月赚的钱都要还给银行作为利息。但是你同样瞬间的就拥有了100万来花，你一开始呢就会觉得很难受，因为你还不了的话就要破产了。但是当你借的钱越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生意的，每个人都是欠了几千万、几个亿的，你会发现我们手上的现金呢几乎都是还不了的啊。你以为我们很痛苦，但其实呢我们反而是一身轻松，比谁都活得潇洒的。因为那些银行的高层就会天天围着你转，你要什么呢他们都会尽量的满足你，他们比任何人都关心你。因为一旦你出事了，你公司倒闭了，你欠他们的钱呢就还不上了，就变烂账了。这时候呢这些银行高层要不要背锅在你带领之下借出这么多的一笔钱出去还收不回来，你说他们怕不怕？所以你会发现，当富人借了钱还不上的时候呢，银行反而会主动多借给你一点钱，让你把利息给还上。因为只要你还了利息呢，就代表你还是有能力还钱的，这个账呢就没有烂，然后高层呢就不用背锅。但我不是鼓励你们去借钱花费啊，因为我们做生意借钱回来是做投资的，我们把投资赚到的钱拿去还利息，然后借更多的钱。实际上我们赚的不是做生意的钱，而是越借越多的钱。你还是听不懂的话呢，我推荐你们看刘德华、梁朝伟最新的电影《金手指》。所以这里呢，我想要说的是，美国虽然欠了很多钱，现在升息呢也增加了每个月要还的债，也有可能是还不起的，但无所谓的，只要有国家愿意继续买美债，也就是只要有人愿意把更多的钱借给美国，那么他就可以拿新债去还旧债了。压力呢是变大了，但不至于很快就爆。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想要逼迫中国去买美债，带头把钱借给他们。这看起来好像是老赖，但资本主义的世界呢好像就是这样的。你存钱，你的钱就越不值钱，到最后你挂了，你的钱还在银行。而有的人呢把你的钱都借走了，然后花光了，到最后他们挂掉的时候呢，他们的债务就还不了了，就变烂账了，然后存钱的人呢就一无所有了。当然这不是教你恶意的负债啊，只是说这个就是第一个美国人消费还是这么强的原因。第二呢，你会发现美国升息，你以为那些借了钱买了房的美国人，他们跟台湾人、香港人一样，每个月还给银行的利息就会变高，然后还不起的时候呢，就会被银行逼迫把房子拿出去拍卖，然后拿拍卖的钱呢还给银行。我告诉你，美国升息对美国之前买入房子的人呢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人家的利息呢是锁定在买房的那一刻的。大家还记得疫情吗？当时美国就大量的降息，把利息降到非常的低。你普通人呢买个房，每个月还的利息大概是3%左右，而现在房贷的利息是升到了8%没错，但是当年买房的人他们也只需要还3%啊，所以就极少数出现还不起，然后断供，房子被银行没收拍卖的情况。也就是说，其实美联储升息之前呢，早就已经布局好了。所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虽然升息之后买房的人变少了，但卖房的人也并没有变多。房价呢不但没有崩盘，甚至还涨了，平均涨了4.7%左右。LA 的那些大城市呢，甚至还涨了8%以上。那美国人有钱了，自然呢就会拿钱出来消费和投资。所以你会发现，之前向美国借钱的企业也是一样的，在疫情的时候跟美国借钱虽然现在升息了，他们依然呢只需要还当时的利息，所以这些美国的企业的发展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而且美国升息，日本降息之后呢，因为全世界都在日本借钱，然后到美国投资，所以美股呢也更加疯狂的暴涨，进入到牛市。我和我的弟子们呢也疯狂的收钱了，原因就是牛市的时候闭着眼睛去买，都有很大的概率买到上涨的股票。所以趋势和选择就决定了你未来几代人是贫是富。很多人学完了股票投资，然后呢就只能投资自己住的那个地方的股票，因为他们只懂那个地方的公司。但是今天美股涨的时候，台股、港股、A 股、马来股都不见得会涨的，甚至还可能会暴跌的。那么如果你只懂得那些什么很主观的基本面啊、PE 值啊之类的，你一生里面的机会呢，其实就真的可能只有那么一两次，你能不能就真的把握住呢？而你的本金又这么少的情况下，你还去相信什么福利让你致富的骗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而我们的做法呢，只需要找到图表上面的蛛丝马迹，控制好风险、上涨的概率和赔率。哪怕今天美股跌，台股涨，那我们就买台股嘛。哪怕全世界的股票都跌，我们就可以买暴涨的比特币嘛。哪怕比特币跌，那我们可以买黄金嘛。我们是一套功法走遍天下，大道至简的。所以机会呢，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年底的时候，将会是我们财富翻几倍、再次收成的时刻。那么有的人原地踏步，连自己的财富被无形收割了还不知道；而有的人呢，就提前布局，默默地跨越了财富的阶层。而你会怎么选择呢？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吧。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呢，其实就是一个打金融战时候的提款机。只要你是美国人，只要你在美国有买房、买股票，那么全世界经济这么差的时候，就算通胀，所有的东西都变贵的时候，你也不用怕，你只需要卖掉房子、卖掉股票，你就会发现你的钱又变多了。还有在疫情的时候呢，美国向全世界借了很多钱，也印了很多钱，然后把这些钱呢都拿出去发了补贴，给美国的国民都发了很多钱的。所以就算这些人失业了，他们也有钱花的。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企业呢都在发展新科技，比如说人工智能。虽然说人工智能将会取代很多的行业，但问题是发展人工智能的这层呢，就新增了很多的行业。也因为这样，无数的美国人都有了新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的薪水呢还比以往高。所以美国升息呢，实际的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那么美国现在要跟中国耗时间，比谁能够活得更久。而既然它升息的后果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全世界因为它升息反而出现了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那么最后是不是就会像美联储的代言人所说，距离降息的信心不远呢？但无可否认，美国用的这些招呢，其实是七伤拳，杀敌1000，自损800。他们加中国关税，代表他们就是要用更高的价格去买东西嘛，通胀自然就很严重。虽然说他们现在的消费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但这个也可能只是暂时的。虽然说他们什么时候降息不知道，但是升息呢已经见顶了，已经是蛮肯定的事情了。所以美股不可能永远暴涨，这个提款机呢是有限期的，限期到了泡沫就会爆破。如果中国不带头去买美债，也就是不借钱给美国，他们就无法继续了以新债还旧债，那这个危机呢也是很大机会会爆的。最重要的是，当他们断了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就主动发展了高端的产业，比如说锂电池啊、华为啊、比亚迪啊、TikTok 啊之类等等的。如果一旦达到垄断的地位呢，就无法受到美国控制了。到时候这些技术一旦成为了必需品啊，制裁也没有用了。最重要的是，升息呢确实导致了很多美国银行倒闭，因为坏账怎么样也会变多的。那么这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导火线，就好像当年雷曼兄弟一样，造成金融危机。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现在就是在比拼内力，比的就是看谁先倒下，胜利的人就可以买下对方贱卖的资产。而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关注的，就算美联储最后真的降息了，是不是就代表经济就会复苏变好呢？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经济变好的时候赚到钱，经济变得更差的时候也能赚到钱呢？我自己现在又会如何布局呢？把钱放到什么地方呢？等等的这些问题，只能下一集细讲了。所以你预期下一期的影片将会非常的丰富，因为是重中之重，
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